21世纪以来，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人类开始迈出探索宇宙的步伐。与此同时，人们也对是否有外星人之类的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外星人造访地球的传闻了，比如之前视频节目中讲过的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外星人基地51区之谜，以及发生在中国的黄岩丘飞行事件等等。今天老烟斗鬼故事节目就继续这个话题，来讲一讲中国 UFO 3大悬案之一的孟兆国事件。孟兆国事件是指1994年中国黑龙江居民孟兆国疑似与外星智慧生命发生第三类接触的事件，也是中国近代最轰动的一次第三类接触事件了。整件事还得从1994年说起。据说在1994年6月6号这天，有人在黑龙江五常县境内凤凰山林场看到一个不明物体飞过，它不似飞机，且速度极快。这也引发了当事人孟兆国的好奇心。孟兆国决定搞清楚这个不明飞行物究竟是什么东西，于是约了一名亲属赶往凤凰山林场。到达目的地后，孟兆国看见一个巨大的白色蝌蚪状的物体，长约150米。不过正当他们准备靠近时，巨型蝌蚪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并且伴有耀眼的电流火花。不明情况的孟兆国害怕出现意外，及时中断了这次探索。从山上回来后，就马上向林场报告了这奇怪的经历。6月9日，工会主席等30余人前往凤凰山查看，但奇怪的是，到了指定位置后，除了孟兆国外，其他人竟然看不到那个巨大的白色不明物体了。正当工会主席心存疑惑地想要询问孟兆国时，孟兆国竟然露出了惊恐的表情，大叫一声晕了过去。众人不得已只能将孟兆国带到了附近的林场诊所。后来据孟兆国回忆说，那时他不仅清楚地看到白色不明物体，更看到不明物体前站了一个奇怪的外星人。外星人手里拿着一个像火柴盒一样的东西，并从其中射出一道强光，打到他的眉心，他感到全身一震，就晕了过去了。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孟兆国为了博人眼球在撒谎，毕竟除了孟兆国外，其他人都没有看到所谓的白色不明物体。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啊，在临场医生诊断后，竟然真的在孟兆国的眉心处发现了一块瞬间深度高温灼伤的伤口，并且在孟兆国恢复期间还发生了更加离奇的事情。孟兆国说，几天后他在住所遇到了一位腿上有毛的女性，大约3米高，有6只手指，其他与常人并无区别。他表示，当时老婆孩子则静静地躺在床上，他自己却漂浮在上方，然后被迫与那位女性进行了40分钟左右的性交。性交结束后，女性离开，而孟兆国的大腿处出现5厘米长的疤痕。事发后，红旗林场上报当地林业局，消息很快外传了。黑龙江当地报纸《镜坡报》《生活报》率先进行了报道。当时飞碟热正风靡中国，一部有关 UFO 的专题片在央视播出了1个多月，杂志《飞碟探索》和央视有关 UFO 的电影《向往》在1980年代掀起的热潮方兴未艾，因此孟兆国事件引发了举国轰动啊。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陈功富就赶往凤凰山调查。陈功富曾任职国防科委研究所和空军第5研究所，调任哈工大后教授计算机网络课程。他认为孟兆国是一个绝佳的研究对象，不止陈功富，省里中央都来了人。孟兆国4哥孟兆义回忆，包括黑龙江科委在内的相关人士纷纷对此事展开调查，同时涌来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大批记者，甚至有人来自香港、台湾等地。与此同时，铺天盖地的信件从全国各地飞来，信里有挖苦，有好奇，但问的最多的就是孟大哥，你看到飞碟有什么感想？红旗林场的人们则对孟兆国的奇异反应不一，相信和不相信的人各占了一半。
不久，调查结果出台了，两派对立，一派以黑龙江科委为代表，认为 UFO 事件是假的，孟兆国出现了错觉或幻觉；另一派则以陈公富为代表，认为 UFO 是真的，因为对照自己了解的飞碟知识，陈公富发现飞碟以超光速飞行，飞行轨迹若隐若现，外星人穿墙过壁等描述都与孟兆国的讲述吻合。另外一边，因目击 UFO 并自称与外星人发生生命接触，孟兆国一下子从一名普通的林场工人摇身变成新闻明星了。加之人们对此事抱有极大的兴趣，常年争论不休，这让孟兆国倍感压力啊。几年后，有 UFO 爱好者为孟兆国介绍了一个在哈尔滨高校食堂的工作，孟兆国带了一套牙具就走了。第二年开春，他接走了家人，离开了那座充满惊奇、嘲讽和质疑的凤凰山。就在人们以为整个事件会随着孟兆国的离去而变得无疾而终时，2003年9月，孟兆国在被催眠的情况下接受了机器测谎，以获知他是否在该事件中说谎。组织此测谎的 UFO 研究者张进平表示，测谎结果显示孟兆国在该事件中并未说谎。张进平同时表示，医生在检查孟兆国大腿处疤痕后表示，此疤痕不是由于正常的锐器或手术造成的。该事件一经报道，立马在社会上又引起轩然大波了，同时也使得此一事件更加扑朔迷离。2004年12月，有一个网名为无云无月的人企图平息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据他说，孟兆国并不像传言中的老实可靠，假如你与他一起喝一次酒，猜一次拳，和他称兄道弟，他就会酒后吐真言，告诉你真相其实完全是一个骗局。但为什么许多人知道真相而不点破？因为牵涉到利益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位网友爆料后，争论不仅没有平息，反而愈演愈烈。时至今日，网上关于该事件的解释仍然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合理的定论。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文明交流。好了，本期到此结束。对孟兆国事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老烟斗，回复孟兆国，获取孟兆国当年的采访视频。另外需要说明一下，老烟斗只有3个公众号，分别是拼音老烟斗、烟斗看电影和天才简史。其他有烟斗或者老烟斗字样的公众号都是冒牌的，大家记得甄别，小心上当。